时间回到1984年，美国在印度的一家化工厂发生爆炸，剧毒化工原料造成了印度2万多人死亡，20多万受伤，间接死亡人数高达55万人。事情发生后，印度索要赔偿，美国也因此事进行赔钱。此事过后，印度就禁止美国企业在印度办厂。要知道，印度历史上被英国统治过，英语是印度的官方语言，会说英语而且超级廉价的劳动力在全世界都是很具有吸引力的。当时办厂是不行了，于是美国企业把很多客服业务承包给了印度，虽然有点口音，但问题不大。印度人一看坐在办公室里打电话就能赚钱，也十分愿意。上世纪90年代，印度有将近100多万人涌入到了这个行业，同时还带动了印度的 IT 行业。可以说，一场大型事故反而阴差阳错地造成印度 IT 行业兴起，也造成电信诈骗的泛滥。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欢迎大家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哦。在美国，国税局的电话会让大多数美国人陷入焦虑和恐慌，但电话另一头，国税局工作人员不经意间透露出的印度口音，预示着这可能是一场针对美国人的电信诈骗。作为以英语为官方语言之一的人口大国，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印度几乎承接了所有主要英语国家的电话呼叫中心，雇佣超过120万人。凭借这一产业的特殊资源，还滋生了一个庞大的电诈帝国，专门针对英语国家里最有钱的群体——美国公民。据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统计，2022年美国公民因网络电信诈骗损失了超过100亿美元，约合7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近40%。这些诈骗主要来自印度的呼叫中心，其中老年人是受害人数最多的群体，光是他们就被骗走了超过30亿美元。而近5年来，美国公民因网络电信诈骗造成的损失已经超过了276亿美元，也就是人民币1970亿元。讲一个案例，75岁的弗吉尼亚州退伍老兵布鲁尼，在5个月内被骗了近80万美元。并不擅长使用电脑的布鲁尼，在网上遇到了一名冒充微软员工的骗子。骗子声称，布鲁尼的电脑遭到黑客攻击，他的财务账户遭到泄露，需要采取紧急补救措施。在5个月的时间里，布鲁尼在骗子的指示下将毕生积蓄和退休金提取出来，转入一个加密货币账户。因为骗子告诉他，这个账户不会受到所谓的黑客攻击。更糟的是，在布鲁恩的钱几乎被骗光后，真正的美国国税局通知他，因为提前提取了所有养老金，布鲁恩欠下了大约20万美元的税款。目前，美国税法还没有为布鲁恩这样因骗局而提取退休金的个人提供例外。按照 FBI 和美国司法部对电诈的分类，布鲁恩遇到的属于技术支持诈骗，主要针对老年人。利用美国人对印度人普遍擅长技术的刻板印象，这些身在印度的诈骗犯们冒充成美国知名科技公司的技术人员。美国公民遭受电诈损失逐年增长，近年来的电诈案件愈发普遍，以至于在美国政府部门的推动下，印度不得不专门设立了一个部门来处理呼叫中心针对美国人的电诈。2020年8月，印度警方突击搜查了德里郊区古尔冈的一个呼叫中心，逮捕了20余名涉嫌诈骗美国公民的印度人。这些人在网上发布虚假的客服电话，并向受害者勒索高达700美元的电脑维修费用。这个诈骗团伙的头目是一名身在迪拜的印度人，他每月付给这些员工400至500美元的薪水，待实施诈骗后再与美国当地称作暹罗的人群合作提现。诈骗者需要接受美国口音的训练，并被要求按照精心编排的剧本实施诈骗。他们通常会冒充美国社会保障管理局、联邦调查局、国税局、国土安全部或缉毒局特工，威胁受害者如果不汇款，就会将他们逮捕、驱逐出境、吊销营业执照或驾驶执照。针对老年人，印度骗子们也擅长通过彩票中奖、
约会杀猪盘来进行诈骗。针对年轻人，印度骗子们还可以实施投资、贷款诈骗。而新移民们最怕的，无非就是犯罪和驱逐出境。骗子们不但在人工话术上做到了真假难辨，在技术上甚至可以做到来电显示与美国官方部门热线电话一致，手段可见一斑。虽然说在印度国内有着许多种语言，但因为多年被殖民经历，印度国内有将近2亿人都能流利使用英语，这让很多欧美国家的外企都在印度设置了客服中心。当时印度官方为了吸引外资，拉动国内经济，印度政府针对外企也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印度成了名副其实的客服大国。靠着这一产业，不仅可以解决印度国内120万人的就业，还使得其经济年增加了280亿美元。然而正是靠着这一行业的滋养，很多印度人不仅掌握了公司的办事流程，还积累了源源不断的客户群，为之后发展电诈行业打下了基础。因为从事该行业的往往是薪资低廉的人群，为了提高收入，很多人选择一头扎进电诈的泥坑之中，毕竟做成一单生意说不定要比1年的收入还要高。就这样，印度的电诈团伙逐渐越来越多，并且往往单个团伙便人员众多，每个人都有明确的分工。诈骗集团一般是位于呼叫中心的底层员工负责广撒网，冒充各种人员群发消息。如果一位潜在受害者动了心，那么所有的人就会齐上阵进行狂轰滥炸，直到受害人甘愿付款为止。并且印度的诈骗窝点一般都隐匿在大城市的写字楼或者城市郊区。在这样通信方便的地方，不仅有利于人员之间的配合，还能以最快的速度将钱划走，毕竟时间就是金钱。印度诈骗集团之所以在一开始就将目光放在了美国人身上，除了沟通上没有障碍这一原因外，还因为美国复杂的纳税体制。在美国，不仅有着繁荣并且严格的纳税制度，还需要个人自主纳税。也就是说，美国公民需要自己研究多达100万字的税法，然后自主申报，如果漏了哪一项的话，还会得到国家的严惩。针对这一制度，印度开创了十分适合美国人的诈骗手段，那便是伪造成美国国税局的人员，以补缴税款的名义让他们往某个账户里赚钱。很多美国人听到这话后根本来不及辨别真假，为了不被处罚，马上就会将钱款汇出。甚至这些人当在后来也不知道自己被诈骗了，还以为真的是税务局打来的电话。2016年，南德州的一系列电话诈骗案中，就有超过 1.5 万美国人被骗，而这些仅仅是到警局报案的。这些人总共被诈骗走了约300万美元，而 90% 的嫌疑人都住在印度。在察觉到骗子喜欢用国税局的身份伪装自己后，美国国税局便紧急发声明，表示任何通知都会以信件的形式到达公民手中，如果接到了自称国税局的电话就要小心了。然而这样基础的手段根本难不倒诈骗分子，为了增加可信度，他们也会通过寄信的方式广撒网，只不过信中的内容会变成退税。他们会以退税的名义要求潜在受害人登录信中的网址，并且提供身份信息以及人脸识别的照片，用这种方式将钱骗走。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印度电诈集团想尽各种办法更新电诈骗术，几乎将美国人表示受不了。那么除此之外，印度诈骗集团还有哪些手段呢？除了伪装成国税局的工作人员之外，印度的呼叫中心还会向美国群众群发一些黄色网站，点进去之后，电脑便会因为网站携带的病毒蓝屏或者死机。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诈骗团伙便会主动给受害人打电话，并且提供杀毒的上门服务。但是这些杀毒服务的价格却十分高昂，大概700美元一人。在美国2020年破获了一起电诈案件中，一个诈骗团伙的30余人都是专门负责植入恶意软件的。除此之外，电诈人员还会以提供小额贷款等等由头攻破受害者的防线，
并且要求受害人提供存款或者信用记录，随后他们的信息便会被盗用，存款也会不翼而飞。另外，还有的骗子直接自称自己是 FBI 探员，告诉这些潜在受害人的账户涉及黑市毒品交易。他们选定的目标大多是年龄比较大的白人，因为这些人的警惕心理往往没有那么重。随后他们会告诉受害者，想要洗脱嫌疑保护资产，就必须将账户的所有金额转移到安全账户，然后这些钱就进了骗子的腰包。仅仅2019年至2020年1年，美国本土就有超过4500人上当受骗，受骗金额更是高达1400万美元，将近1亿人民币。为了能够全面提升电诈技术，印度的大批专业程序员也选择投身其中。调查显示，虽然印度每年都会培养出许多程序员，但只有一小部分进入了正规单位或者公司，那么剩下的人是如何就业的，我们不得而知。虽然美国政府已经开始整顿这一现象，并且也抓获了不少诈骗团伙，但是印度方面却愈挫愈勇，诈骗手段也变得五花八门。除了最常用的电话短信外，还发展了建网站、推网页的形式，并且他们往往将洗钱地点选在美国本土，方式除了用礼品卡外，还更新了数字货币以及数字钱包。在新冠肆虐期间，由于很多美国人都待在家中，电信诈骗的案件数量也在节节攀升。随后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印度警方成立了网络犯罪侦查支队，开始对这些诈骗犯进行大规模的搜捕。很快他们便成功逮捕了100名嫌疑人，并且捣毁了多处诈骗窝点。虽然这个行动看起来小有成效，但仅仅触及了印度电诈的冰山一角。然而印度警方能做的也十分有限，虽然向美国承诺会彻查，但是凭借他们的技术根本难以查清庞大的诈骗网络，并且印度诈骗集团势力范围涉及多个国家，想要找到源头根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并且虽然印度电诈每年有着巨大的非法收入，但这些钱都出自美国人，并且实打实的为印度带来的创收。所以印度方面其实根本就没有用心办事，更像是来应付美国人。曾经有记者采访过被捕入狱的电诈人员，从他们脸上不仅看不出任何悔意，反而觉得诈骗美国人是一种劫富济贫，反正几百刀对于美国人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虽然印度成立网络犯罪侦查支队后，经常收到民众各种举报线索，但是每次他们都会敷衍了事，根本不会顺藤摸瓜去盘查。并且印度关于电信诈骗这一块的法律法规并不健全，诈骗犯刑期往往不到1年。甚至美国的联邦调查局曾经起诉印度的一个诈骗团伙近100次，印度方面都没能正式给其定罪。除了司法不健全之外，印度独特的体制也注定中央的根本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印度国内有30多个邦，因为历史遗留问题，每个邦都看对方不爽，并且十分不服中央的管辖，甚至有时候中央的命令下来后，地方都要看心情才决定要不要执行。这就导致印度国内中央的权力甚至在某些邦不及地方，所以即使是中央想要打击违法犯罪，也很难和地方进行统筹调度。并且那些大型电诈集团背后往往有金主撑腰，就算被抓到了也很快用钱摆平，这就导致印度的电诈集团一直十分猖獗。甚至一些警察在捣毁隐藏在乡村的诈骗窝点的时候，还会遭到村里人的围攻，因为几乎整个村子的人都是电诈集团的一员，警方的调查无疑等于砸了他们的饭碗。正是在这种空前绝后的团结之下，印度打击电诈依旧任重道远。并且近年来，印度还把诈骗范围扩展到了加拿大、英国等国家，每年上当受骗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随后美国人也学会了反击，他们会在电话里和诈骗分子对骂，还会安装备用座机，升级杀毒软件等等。2012年，来自美国新泽西州的一个女子因为受不了频频来电的印度人，便决定做些反击措施。
于是他在网上发了一篇帖子，呼吁和他有同样遭遇的网友用谷歌去搜索一些印地语脏话，然后滔滔不绝地念给对面的印度人听。很多人在看到帖子后纷纷跟风效仿，电话那头的电诈分子在听到这些话后会短暂沉默一会，然后就会挂掉电话。虽然一直到现在还有部分美国人还在沿用这个方法，但随着印度电诈技术的日益提升，这些小把戏根本不会对其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印度诈骗犯猖獗不仅给世界英语国家带来了困扰，也给本国的国民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如今，印度已经成为世界诈骗国家的代名词，很多印度人在国外生存时都会被另眼相待，甚至他们有些人表示，就因为自己的英语口音，订餐电话都会被直接挂断，找工作自然也是处处碰壁。如今，印度电诈集团依旧是美国的噩梦，并且随着大环境的萧条，其国内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选择从事这一行业，美国人也成了他们下手的首要对象。虽然印度政府再次站出来表态会加大整顿力度，但是这显然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办成的事情。想要真正打掉这一庞大的产业，还需要各方人员共同努力。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欢迎大家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内容哦。再会。